我支教的地方叫临沧，离昆明大概7-8个小时的 bus。我住的地方叫永保镇，所以从临沧市还是要再坐2个小时的 bus 到云县，然后再坐2个半小时到永保镇，所以其实很偏远的一个地方。我的名字是 Sam， 中文名字是魏文杰，今年28岁，在中国已经6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是越来越感兴趣，就是去中国的农村支教2年。我是教了小学和中学，但是真的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很多课堂里面的孩子就是视力特别弱。就是我们去做一个筛选或者视力检查的时候，然后有那个表啊，然后学生连最大的那些他们都是看不清楚的。平均的话，可能是全中国有3000多万农村的学生是有这个未矫正视力的问题，估计有80多万的学生在云南是需要眼镜，但是自己没有资源或者自己没有意识去配眼镜的。在永保的话，我是大部分这些人的第一个看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对我的学生来讲，他们真的是没有见过，非常好奇，就是我为什么会来到永保。虽然他们很喜欢他们自己的家乡，但是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就赚钱。去跟他们家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像我就是离开了一个世界，然后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最早我的那个校友 John 和我们的我伙伴那个 Andrew，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他们就意识到很多课堂里面的孩子就视力特别弱，每一节课都要让他们就拿课本，然后挪到课堂前面去抄笔记，这样才能给他们机会写进去。如果他坐在他的桌子，然后黑板上你让他抄笔记，但是他都看不到，或者他自己的课本他看不懂，那这个孩子怎么可能会学习啊？那老师会怎么跟这个孩子说话呢？一定会骂得特别厉害，就是说这个孩子就真的很笨啊，或者怎么样。而这个我感觉就真的让我难过。我们跟这些父母说，你知道你的孩子近视吗？有的时候他们会说有印象，就好像视力是有一点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按照那个斯坦福的研究，给一个需要眼镜的孩子给他配眼镜的话，这个对他的影响就是超过他的父母的教育水平或者他的家庭的那个收入，所以我们选了要做近视眼镜。然后我们的目标是中国没有因为未矫正视力的问题而失去教育机会的孩子。14年的大概冬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想到把商业和公益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商业模式，我们自己建立自己设计一副墨镜，然后每卖一副墨镜我们捐一副近视眼镜给云南山区的孩子所以这样的话，你买一个这个墨镜，它不仅是代表你自己潮或者自己好看，那这个同时这个是代表你是就比较在意社会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原来也不是很有钱的，就是摆地摊，基本上看他们是否愿意听我们的故事。我们去很多什么大牌门店摆地摊什么，一定会被赶走了，但是无所谓吧，反正被赶走了就赶走就换个地方。然后我们慢慢的学了，就做这个事情，哪些地方是比较受欢迎的，或者那些地方比较适合，然后就能让他们就停下10秒钟，然后你有这10秒钟的时间，你可以说你的故事。这种互动也不一定是能卖得特别快，但是还是感觉很开心。因为人听到这个故事的话，一般就大家都会很鼓励。已经做过11万多次视力检查，发过16000多副眼镜在云南。中国人就是对外国人做这个事情是特别就很愿意支持，好像他们都觉得有外国人来中国做这个事情是更难，或者为什么会在这儿做，不会在美国做或者怎么样。然后尤其是我在云南待了那么多时间的话，跟那边的人就特别熟的，所以我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